2021年度临近尾声，相关的军力盘点在这时候也值得做一做了。今天虎妞就带大家伙儿来看看2021年里大洋彼岸的美军最为牵挂的3款中国武器。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2021年已经临近尾声了，在这即将过去的1年里，全世界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事儿。我们中国的军力发展也是在稳步推进，不少新式武装备都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尤其是美国的重点关注。纵览2021年一整年，美国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发展，其实大体可以概括为对3款中国武器十分关注。东风17是这3款武器的其中之一，但却并非是第一。最让美国格外关注的一款中国武器，其实是某个神秘航天器。先来说说东风17，其实准确来说的话，美国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以东风17为代表的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整个2021年，有诸多美国军事专家、美国政府高官、美军高级将领在其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当中，反复提及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就比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4星上将约翰·海腾，其在2021年各种场合的发言与公开演讲中，就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并且承认尽管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是先行者，但后来却因技术瓶颈而放弃了研究。在这之后被中国实现反超逆袭，现如今再去重启高超音速武器研究项目，只能算是追赶中国的步伐，显得格外困难。真实的情况也确实如美军上将约翰·海腾所说，东风17确实是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其乘波体弹头不规则、可变轨的弹道打击轨迹及其难以拦截，在末端俯冲加速的时候，又会因为极高马赫的高超音速几乎无法防御。传统的对导弹防御拦截手段在东风17面前根本行不通。美军现在确实在着急上火的研究如何防御高超音速导弹，但问题是这需要时间，而且还是不断的时间。在有实际可用的研究成果装配给部队之前，美军将会一直处在对高超音速导弹低拦截率的状态。美军部署在亚太的军事基地和海上大型舰艇都是首要的被打击对象，这是美国维持其亚太战略最赖以仰仗的核心军力。一旦出现大的损失，对美国而言就意味着亚太战略的彻底翻车，属于无法承受之痛。再有一点，因为在导弹燃料、战斗部药柱以及导弹弹体等诸多方面都采用了既能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又十分可靠、早已铺开生产的大量成熟货架产品、材料和技术，所以东风17是一款造价低廉、便于大量生产、单价仅为1000万元人民币出头的先进武器。这意味着战时就算是用100枚东风17换掉一艘10万吨级航母，这买卖都是稳赚不亏的。毕竟某帝国海军的10万吨超级航母一艘造价就100多亿，100枚东风17换算成美元也就2.3亿美元上下，这交换比简直是划算到不能再划算。美国人对此那也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时常把东风17挂在嘴边。毕竟100枚这玩意儿打过来，就算航母再结实，都得去海里喂鱼，绝无第二种可能。接下来再要说说的被美国关心的国产武器，其实目前还没研制出来，也就是广大军迷都很关心的20系家族最后一位成员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其实轰20的各种消息在21年确实不少，不光是空军宣传片里做了暗示，央视也在很多节目中对轰20有所提及。更有诸多颇具影响力的军事专家肯定地表示轰20的确存在，但还得再等等。美国那边对轰20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是一款搭载了空射巡航导弹后，作战范围直接覆盖到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即夏威夷珍珠港的强大战略武器。至于美军设在亚太的那些军事基地，诸如关岛基地和加手纳、横须贺基地一类，就更不必多说，全都得被装进轰20的打击范围里去，并且这还是隐身突防的隐秘打击，相当难以防御。一旦轰20入役，美军部署亚太的军事力量将再无一个安全之地，这才是美军所真正担忧的。最后一款被美国人关注的中国武器，严格来说甚至都算不得武器。按照美媒的说法，今年稍早些的时候，中国实施了一款可以进行高超音速环球飞行的神秘飞行器。
该飞行器在环绕地球1周，抵达南海之后，又投射了另一枚同样是高超音速的飞行器，精准打击了预定目标，圆满完成测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号、2号人物马科·米利上将和约翰·海腾上将对此很是吃惊，声称此款高超音速武器的意义不亚于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1颗人造卫星，这将彻底改变人类现有的战争规则。简而言之，就是快速打遍全球，不再是梦。但比较搞笑的是，就在广大吃瓜群众对此还一头雾水，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我国外交部就已经出面表态，称所谓的打遍全球高超音速导弹纯属捏造，子虚乌有。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和平目的的航天器试射。尽管我国外交部进行了官方回应，不过外媒和美军那边却对此不大相信，依然坚持称这是一款可以随时用作军事目的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言外之意就是军事和航天双重用途，并且继续大肆鼓吹此款武器的重大意义，强烈的一塌糊涂。真要是按美国人的角度说，按他们的思维来理解，那这铁定是比东风17和轰20还厉害的武器，都能环球进行2次高超音速精确打击了，能不强吗？虎妞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美军在2021年最在乎的3款中国武器，其实无一例外都是让美军感到棘手，难以防御，能让美军从主动出击变成被动挨打的游戏规则破坏者，这才是习惯揍人不习惯被揍的美国最难以适应的。相比起这3款武器，反倒是航母和隐身战机在美国人看来不算太大威胁，毕竟这些东西美国自己都有，而高超音速导弹恰恰是美军目前还有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搞不出来，更无谈列装实用化的武器。